婚礼前夕，我意外听到男友一家商量我家2套房子的归属权。他妈一言令下，不容否定地说：大宝，你岳父家绝后了，他家2套房子，到时候给你弟分1套。男友犹豫，他妈不满道：你弟脑子不好，有房子好娶媳妇，还是说你要按照以前说好的，让你老婆给你弟留个后？男友连忙答应。我想起他那个每次看到我都流口水的且有暴力倾向的弟弟，顿时一阵反胃。第2天商量彩礼，他妈果然提起这件事，还是同样的说辞。我把角落正在直播的摄像头调整了一下角度，心想，这么百年难遇、恶心到极致的奇葩一家，可得让广大群众看清楚他们的脸。后天结婚，今天我和未婚夫张伟杰去了房产公证处。小慧，你真的愿意在房产上添上我的名字？他感动地抱着我，眼底满是爱意。我点点头，这套房子是我父亲留给我结婚用的，既然我这辈子认定了你，将房子分你一份也是应该的。他立刻抱起了我转了3圈，眼底是藏不出的惊喜。我太爱你了，小慧，这辈子我要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。我发誓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可这时，我却突然看到他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。我和你说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就拖着，不要和他结婚。短信的主人正是我未来的婆婆。张伟杰急匆匆地看了一眼，对我说了句抱歉，就慌乱地拿着手机跑了出去。我心下怀疑，赶忙悄悄地跟在了他身后。他拿着手机打着视频，语气满是不耐烦：哎呀妈，我才刚和他订婚，怎么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呢？更何况今天他才刚刚把1半的房子给我，你总得等我把这半套房子拿稳在手里再说吧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等明天就和他提。张伟杰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头的怀疑却越来越深。赶在他回来之前，我走完了公证处的整个流程。我提交了签名，更新了房产证，缴纳了税款。可唯一和计划不同的是，我并没有将他的名字加上去，而是将另1套房子的户主名字变成了妹妹。这2套是我父亲生前留给我们的遗产，也是对他的唯一念想。张伟杰一回来，就看到我手里拿着的崭新的房产证，他顿时开心地眯起了眼睛，贪婪地看着我手里的房产证。这么快，我出去打个电话的功夫就好了。他想夺走我手中的房产证，却被我不动声色地避开。事情已经尘埃落定，何必急于一时？我给了你这么大一个惊喜，你不该先请我去饭店吃个饭？张伟杰手一顿，露出几分尴尬。嘿嘿，那确实，不如明晚去我家，让我妈妈给你做晚饭怎么样？我了然一笑，对他的小气已经有了预料。自从我和他在一起以后，他就一直致力于省钱了。能在家吃绝不在外吃，能再穿几天的衣服就绝对不扔。从前我还觉得他节俭勤快，可此时心中却多了一抹说不出的情绪。见我默不作声，他以为我答应了，眼底露出几分计划得逞的窃喜。那就这么约好了，明晚我来接你。第2天下午，他如约来我家接我。当那辆破旧的仿佛20世纪的红色桑塔纳出现在别墅小区的时候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小慧，上车。我叹了口气，费力地将车门打开，坐了上去。即便早就知道他家境不如我家，可看到临近结婚，他们家仍旧如此寒酸，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。张伟杰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，那时他见我开着法拉利开进校园的身影，立刻对我一见钟情，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早上送早餐，晚上送夜宵，时不时还会关怀我不要着凉。
他会认真地记录下我每个月的生理期，甚至会在我做面膜的时候定下闹钟，永远是那样的温柔又贴心。即便我一开始并不喜欢他，觉得他家境不好，又个子不高，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我却最终被他的真心俘虏，不顾贫富悬殊，义无反顾地和他定下了婚约。这个决定究竟是正确的吗？车子一阵轰鸣，最终停在了一栋破旧的民房前。到了，张伟杰带着我上了楼。老旧的楼道里一片昏暗，隐隐还能闻到腥臭的尿臊味。小慧，今天的晚饭可丰盛了，妈妈知道你要来，特意从早上就开始忙了。你一会儿可得好好夸赞一下她的手艺。她领着我走进张家，小小的空间一览无余。正中间的古朴桌面上摆着3盘素菜和1盘西红柿炒鸡蛋，这就是所谓的丰盛的晚饭。我忍不住皱眉，却硬是将心中的不适忍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肥硕的身影，他一双3角眼紧紧地盯着我，边笑嘴角还边流口水。我吓得往张伟杰身后一缩。他是谁？他是我弟弟韦远，滚回你的房间！张伟杰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骂了一声，转头对我挤出一个讨好的笑。别怕，他不伤人的。我紧张的手心出了汗，额头也渗出了汗水。我想去一下卫生间补个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他把我带到卫生间以后，就去了厨房喊他妈妈。或许是老房子的隔音实在差得离谱，不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了厨房里传来的声音。张伟杰的声音透着几分犹豫和抗拒。妈，他来了，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和他说那个事情啊？我们明天就结婚了，我怕影响感情，不说就来不及了。我告诉你，在婚前你必须让他承诺，给1套房子你弟弟。他爸死了，他们家又没有儿子，房子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给你弟弟。反正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如果他不从，就延迟婚礼。女人脸皮薄，肯定撑不了多久。小声点妈，别被他听见。听见又怎么样？你一个男人还能被他拿捏？我气得双手颤抖。没想到他们一家居然惦念着我爸给我留下的房产。他明明知道那是爸爸留下的唯一的东西。我心痛地捂着胸口蹲下，缓了好久才渐渐平息。既然他们一家这么不要脸，那也休怪我无情。等张伟杰从厨房回来，我已然恢复了平静。张伟杰看到我坐在桌边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情。小慧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也没有很快，刚刚回来罢了。他这才略微安下心来，又装出那副温柔体贴的模样。我刚看了看我妈，她马上就出来了。你要是饿，就先自己吃一点吧。不用，等一下好了。垂眸盖住眼底的厌恶，我听到了刺耳的声音。呀，小慧，你终于肯来我们这儿了。我转头看去，正是那个怂恿儿子吃我家绝户的未来婆婆。后退一步，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。阿姨好。哎呦，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还喊阿姨呀，显得多疏远。她笑得灿烂，如果不是眼底那抹贪婪的光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她和善亲热。快，坐下吃饭吧。在她炙热的目光下，我礼貌地动了鸡筷子。她笑得愈发亲热，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块。这小慧呀，我是越看越喜欢。我听说你家里还有个妹妹，正好伟杰他也有个弟弟，你看要不要介绍他们俩认识一下？万一他们互相看对眼了，咱也好亲上加亲嘛。我心中的火蹭的一下冒了上来。他是说刚刚那个流着口水一脸吃样的胖男人吗？亲上加亲，他也好意思说得出口？我妹妹她上高中，还没成年。我冷冷的推拒。
可没想到他却更来劲了。那么年轻，不过也好，17、18岁正是女人最黄金的年龄，正适合生孩子。要不这样，先让他和伟杰弟弟处处看，如果他们合得来，就直接住在一起，不急着结婚。我气得冷笑，实在是很久没看到这种不要脸的人了。我劝你还是醒醒，我妹妹根本不可能看得上他。他的脸色顿时一变。钟小慧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维远他配不上你妹妹？配不配得上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他气得脸色扭曲，满脸的褶子堆在一起，面目狰狞。谁叫你敢这么和长辈说话的？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一旁的张伟杰赶忙打起圆场。妈，小慧，别说了，大家都和气一点，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这就是你找的媳妇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敢对长辈大呼小叫的。张伟杰尴尬地搓搓手，妈你别生气，我让小慧给你道个歉。他拽了拽我的手，小慧，你给妈赔个不是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扭过头不理会两人，平复着自己的情绪。张伟杰见我不回应，又尴尬地嘿嘿一笑，转头看向他妈妈。妈，小慧今天可能是累了，控制不好情绪，我替她给你道歉。他妈妈冷哼一声，朝他使了个眼色。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，把该说的说了吧。张伟杰扭捏了一会儿，为难地看向他。妈，我说不好。他妈妈瞪了他一眼，废物，到最后还得我来。他看向我，小慧，你现在名下有2套房产对吧？我冷冷地抬眸看向他，等着他究竟能说出多厚脸皮的话来。爸爸去世的时候，特意将拼搏了一生的2套房子给了我和妹妹，可因为妹妹还没有成年，因此就先挂在了我的名下。和张伟杰在一起以后，我便将这个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。没想到，从那天开始，他们一家就惦记起了这2套房子，甚至在我主动提议分了他一半以后，还想着要将另一套送给他的弟弟。你们家反正也没男的了，不如就把另一套给维远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我眼底透着森森的寒意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是，你们家把所有的好处都占尽了。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，什么叫我们把好处占尽？张伟杰妈妈立刻竖眉怒喊：你都嫁进我们家了，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这是传统，这是规矩。我气得发笑，你要把2套房子都拿走，那我妹妹怎么办？她一个女孩子要什么房子？到时候随便陪嫁几床被子就行了。她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突然眼珠一转，或者就像我刚刚和你说的，让你妹妹一起嫁给维远，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？皆大欢喜？呵，我告诉你们什么叫皆大欢喜。我起身将饭桌掀翻，你们真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、吃相最难看的人。我分了张伟杰一半房子还不够，竟然还敢觊觎另一套房子。我告诉你们，想都别想，明天的婚礼取消。我拿上包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小慧，张伟杰急得想追出来，却被他妈妈拦住。他愤愤地盯着我的背影，眼神阴狠，敢对未来婆婆和老公甩脸子，这种女人你还追个屁！张伟杰顿时急得喊出声。可他们家真的很有钱，要是他真的不和我结婚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反正有你一半的房子都到手了。更何况想让他回来还不简单。等明天看，他要是真的敢不结婚，我就去把他的名声搞臭。那时他不还得哭着求你娶她？在楼道内的我听到了一切，嘴角扬起笑意，想搞臭我，到时候看看究竟是谁身败名裂。将包包内藏的手机直播关闭，我静静等着大众将这一家丑陋的面容顶上热搜。第2天，接亲的车开到了楼下，
看着一溜的五菱宏光，妹妹不由得皱起了眉。姐姐，他们家虽然是穷了点，但也没穷成这样吧？开这种车来接亲，我这10几年都没有听说过。我瞥了眼楼下，在豪华别墅区的对比下，那些车更是显得寒酸极了。邻居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，纷纷好奇地探出了头。啧啧，这是来接亲的，他敢开我都不敢认。到底是哪家的女儿这么可怜，要嫁这么个小气的穷酸鬼？众人的议论声传入张伟杰的耳朵，他羞恼地红了脸，却仍捧着花束敲响了我家的门。小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来接亲了。我冷冷地打开了门，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他看到我的第一眼，眼中露出喜色，可下一秒却又立刻竖起了眉。你怎么还没换礼服？要是误了吉时，可是会坏了我的财运的。你抠抠搜搜了这么多年也没发财，财运本就烂到底了，还有什么可破坏的？我嗤笑一声。还有，张伟杰，我昨天已经和你说过了，今天的婚礼取消。你是没长耳朵还是没长脑子？他被我挤兑得满脸通红，硬生生地憋住怒火。小慧，我知道昨天你和我妈中间有点误会，可婚宴已经定下了，不去的话要亏好大一笔钱呢。看着这个心里眼底满是金钱的男人，我觉得从前自己真是瞎了眼。我面无表情地转身，抬手就要关门。你自己去吃吧。张伟杰急得握住门框，朝我提高了音量。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这是婚姻，不是儿戏。对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所以我及时止损了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昨天邀请我去你家吃饭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家奇葩。这时，张伟杰的妈妈突然闯了过来。你这个没礼貌的东西，你说谁奇葩呢？她一身刺眼的正红，臃肿的腰身艰难地套进了狭窄的旗袍，活像个形状诡异的香肠。当然是你们呐！结个婚不出彩礼和车房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想空手套走我的房子！我从未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人。张伟杰的妈妈气得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他眼见没法反驳，直接撒起泼来。哎呦，家门不幸哦，竟然讨了个这样凶悍的女人做婆娘，一点都没有妇德哦！还没进门就敢指着老公和婆婆的鼻子骂，我真是命苦哦！他这么一闹，顿时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。眼见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，他更来劲了，一副哭天喊地的做派。我叉着腰挑眉看他，眼底满是嘲讽。张伟杰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小慧，你看这是闹的多难看！你要是再不赶紧和我上车，怕是这辈子的名声都毁掉了。我的名声被毁掉，那你怕是弄错对象了。我笑了笑，对着房内打了个手势。不一会儿，妹妹便举着手机走了出来。她厌恶地瞪了张伟杰母子一眼，转头佩服地看向我。姐姐，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冲到200万了。直播？什么直播？张伟杰一时间反应不过来，地上他妈更是一脸蒙圈。妹妹笑了一声，讽刺的目光刺去，当然是揭露你们俩恶心嘴脸的直播。昨天姐姐去你们家吃饭的时候就开直播了，不过当时没有录到你们的脸，所以没引起广泛的讨论。原本如果你们不再这么不要脸的话，这件事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们今天竟然还敢来闹，这下就直接冲上热榜第一喽。这时围观的众人也认出了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是想夺走房产给自家儿子的哪一家。天哪，竟然真的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！我还有这是演的段子，太离谱了吧！今日份恐婚恐育任务达成，身旁人鄙夷的目光让张伟杰恼羞成怒。钟小慧，你竟然敢算计我们！他怒骂一声，
上前就想夺走妹妹手中的手机，我飞起一脚把她踹开。这时，地上的张伟杰妈妈也起了身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：“你这个心肠狠毒的贱人！早知道，我绝不会让你进我们家门。我不过是记录生活罢了。要是你们真的行得端坐得正，又怎么会这样？妹妹，我们回家。”看着他们那副丑恶的嘴脸，我再也懒得和他们纠缠，带着妹妹转身进门。大门合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听到了周围人的惊呼，下一秒，厚重昂贵的金属门突然响起了猛烈的碰撞声。难不成他们打算破门而入？这个念头刚闪过，我就笑着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这可是定制的金属门，材料也都是欧洲进口，怎么可能被人力撞开？他们不过是穷途末路的挣扎罢了，要撞就撞吧。我淡定地喝了口水，放下杯子的瞬间，却对上了妹妹惊恐的目光。姐姐，门外，门外！抬眸看去，监控屏里竟然是一个200多斤、面容扭曲的男人。他是张伟杰的弟弟。张伟杰妈妈尖利的声音传来，满是愤恨。这个贱人，以为躲进房子里就好了。我今天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敢把我们害成这样，要是他不把房子给维远，这事就不算完。维远，你给我用力撞，撞开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媳妇。男人痴傻又贪婪地发出阵阵淫笑。嘿嘿，媳妇，嘿嘿。看着他不要命地撞着大门，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妹妹又害怕地朝外看了一眼，张维远看见，更加来劲。妈妈，新媳妇，我想要她做我的媳妇。他一下又一下地撞着大门，像是不要命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门竟然真的开始晃了起来，他撞得也格外起劲。围观的群众眼见他们这么疯，惊恐地四散逃开。姐姐，要是他真的撞开了门怎么办？妹妹颤抖着声音，眼中的害怕溢出。我抱紧了她，做好了和他们奋力一搏的准备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警察的声音突然在外面响起：“住手！你们竟然想私闯民宅！”眼见他们控制了几人，我带着妹妹出门，被警察扭住了胳膊。张伟杰立刻软了态度：“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和他是新婚夫妻，今天是特意来接亲的。谁和你是夫妻？我已经和你退婚了。”我拧眉呵斥，看向警察，他们想要走我爸留给我的一套房子，我不肯，就故意上门想要伤人，要走你名下的房子。警察的眼神顿时鄙夷起来。我倒是还从没听说新郎问新娘要房子的。张伟杰妈妈不甘心地大喊出声：“他们家都绝后了，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？再说，她嫁给我儿子，自然什么都是我儿子的。什么绝后？我和我姐姐不是人吗？”妹妹生气地喊出声。我按下她，转头看向警察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已经和他退婚，就再也没关系了。他们今天上门闹事，我也懒得再计较，请你们直接把他们赶走吧。”不行！张伟杰情绪激动地喊出声：“我要结婚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婚宴也都定了，他突然要退婚，我多没面子！”警察无语地看着他，结不结婚是他的自由，既然他已经决定了，那你们也无权再干涉。今天你们的行为已经很危险了，要是你们再骚扰这位女士，就涉及违法犯罪了。听到自己的行为涉及犯罪，这一家子才讪讪作罢。眼见要被警察赶走，张伟杰妈妈不甘心地看着面前的别墅，开口道：“你们赶走我们干什么？这房子写的是他和我儿子的名字，按理说我儿子也有一半，婚不结了可以，但这房子我可不能不要。”我看着脸皮厚成城墙的两人，眼底的嘲讽压也压不住，掏出房产证摊开，我狠狠打着他们的脸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这房产证上有你儿子的名字吗？
他们两个瞪大了眼睛看着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这上面怎么只有你一个？明明前天在公证处的时候已经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呀！你骗我！他指着我，面露愤恨。我冷笑一声：你都惦记着另一套房子了，我想你当然就看不上这半套了。他们还想撒泼打滚，张伟杰妈妈更是再次躺在了地上。行了，走吧，还不嫌丢人呢？警察嫌恶地撇嘴，一把将他拽了起来，最终将他们一家整整齐齐地带走。闹剧结束，我打开了手机，热搜上不出意外全是与他们有关的词条，底下喷他们一家的评论盖了几千条。这一家子也太不要脸，太疯了吧！竟然还想着要破门而入呢！一群贪婪的法盲。是啊，这家真的是谁嫁进去谁倒霉。看来这下不仅是张伟远，怕是连张伟杰都没人想嫁给他了。眼见自己的名声彻底坏了，张伟杰顿时着了急。他一天之内给我发了数十条消息，内容都是一个意思，要我给他出面澄清。澄清？我不再多说些他的坏话，都算我人好，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。我直接躺下睡觉，再次醒来是被我妹妹摇醒的。姐姐，你看，那个恶心的男人开直播颠倒黑白。我睡眼惺忪地看向他的手机，耳边是张伟杰令人作呕的声音：你们都误会我了，这一切都是韩婷婷对我爱而不得，污蔑我。这句话顿时把我恶心了个彻底。我眯起眼，认真起来。你们看，这些是我和他这些年记下的账单。我确实没什么钱，可那是因为我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了他的身上。他展示了一个表格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这些年我们所有的开销。他是因为嫌弃我没钱，想要帮个大款，所以故意给我做局。那些话也是他引导我说的。他的话破绽百出，可仍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他带了节奏。我就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离谱的一家人，原来都是设计好的。那这么说，这个女人可真是心机叵测，为了甩掉未婚夫，竟然做成这样。看着聚集在我微博下的恶臭评论，我心头的火也燃了起来。他以为他能开直播，我就不行了。起床化了个淡妆，我直接打开直播账号和他打起了擂台。对于张先生所说情况的澄清，标题打完以后，我直接打开了摄像头对准自己。第一，张先生说他这些年把钱都用在了我身上。我淡淡的打开手机，将他存款的截图和我的账单展现在镜头前。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些年，出去都是我付钱，他明明就像纸貔貅一样，把所有钱都存了起来。第二，张先生说，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我引导的。我看向镜头，请问我有多大的能耐，引导他，甚至是他们一家说出那些离谱的话？更何况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那些都是直播，作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第三，张先生说，我想要攀大款，所以甩了他。我笑得无比轻蔑，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豪宅，挑高的空间，华贵的家具，到处都透着低调奢华的气息。大家看看，我有必要去攀大款吗？我自己就是大款。直播间瞬间炸了锅。哇靠，原来是富婆姐姐。这豪宅不会是华公馆吧？姐姐都住这种房子了，还要攀个屁的大款呢？我看这男人就是攀不上富婆姐姐，恼羞成怒了，所以像个疯狗一样乱咬。评论区顿时一边倒的支持我，甚至还有不少人立刻冲向了张伟杰的直播间。一开始他还想辩解，可眼见评论区沦陷，他也只能悻悻然关闭了直播间。从评论区知道他下线，我笑得畅快。这下他可应该要学乖了吧？
可惜他的脸皮真的和城墙一样厚。和朋友吃完火锅回来，我就在门口看到了他。小慧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一见到我，他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立刻跑了过来。这些天疯狂的网暴让他丢了工作，面容更是憔悴万分，嘴角都有了胡茬。他一下跪倒在我面前，堵着不让我回家。小慧，小慧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要那些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看着他那副不要脸的模样，恶心的想吐，可他却丝毫没注意到我的神情，自顾自地继续。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之前不过是因为我妈要房子，所以才生了我的气。我已经劝过我妈妈了，她答应不要房子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她站起身，低下头，故意装出可怜至极的模样。现在我已经没有工作了，而且还天天有人围在我的门口骂我。我和我妈妈都被骂得神经衰弱了，每天都吃不好，睡不好。小慧，你帮帮我，出个澄清视频，挽回我的名誉好不好？不然，等你嫁给我了以后，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说到最后，他像是又有了自信，一副马上要和我结婚的模样。到现在，他竟然还做着我会原谅他、嫁给他的美梦。我挑眉看着他，脑子里突然想起一句话：有些人其实是轻微智障，只是因为他生活能够自理，所以被当作正常人看待。他一定是这种智障吧？和傻子纠缠是浪费时间。我绕过他，加快了脚步往家走去。小慧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他飞快跑到我面前，眼底隐隐带上了几分戾气。我都这么真诚地求你了，你竟然还不理我？我理你干什么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谨慎地避开距离，目光看向家的方向。什么没关系？你是我老婆，谁是你老婆？我顿时皱起眉头，盖不住眼底的厌恶。我记得我已经退婚了，那是你单方面决定的，我没有答应。他突然激动起来，我都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和精力了，怎么可以说退婚就退婚？而且我这次被你害得这么惨，以后说不定都找不到女人愿意做我老婆了。这些你难道不要负责吗？我负什么责？我后退一步，冷冷地看向他。你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你一家又贪又蠢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至于你说你在我身上花了钱，呵，你是说3块钱的饮料还是2块钱的煎饼？张伟杰，你真以为其他人都是傻子？我劝你还是给自己留一点体面吧。他脸涨得通红，恼羞成怒下，眼睛蒙上了阴霾。我心中警惕的弦突然绷紧，迅速转身离开，小跑着朝家走去。拐过拐角的时候，看到他没追来，我松了口气。可就在我即将打开家门的时候，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而又沉重的脚步声。男人阴狠的声音带着嗜血的狂躁：“不愿意和我复合，那你就去死吧！”我惊讶地转头，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把匕首，猛地朝我刺来，赶忙往旁边一避，他扑了个空，还想跑？你能跑到哪里去？他笑得残忍，举起刀又朝我劈来。我赶忙朝厨房跑去，身后是他纠缠不休的身影。你以为跑到这里就安全了？突然被他逼到角落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手中泛着寒光的匕首，既然我得不到手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他用尽全力，盯准了我的胸膛刺下来。我绝望地将手挡在胸前，可这时张伟杰却突然闷哼一声，举着匕首的手突然垂下，接着他瞪大了眼睛，缓缓倒了下去。姐姐，妹妹扔下棍子，带着哭腔抱住了我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从楼上看到了他想对你行凶，就赶紧跑下来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抱住了他。我没事，幸好有你。垂眸看向地上的男人，
我拿出手机报了警，警察很快赶到，将仍旧昏迷的张伟杰拖出了别墅。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儿子？他们几个人刚出来，张伟杰妈妈就突然从草坪里窜了出来。警察看到他突然出现的身影，也愣了一下，听清楚他身影以后，才皱着眉开口：“你儿子涉嫌故意杀人未遂，要和我们去警局走一趟。”故意杀人，他顿时露出惊讶的神情。他明明说今天不过是来和这个贱人复合的，怎么会杀人呢？猛地抬头看我，他眼底突然涌上满满的怨恨。是你，一定又是你这个贱人设局陷害我儿子。我设局？他今天恼羞成怒，听到我不愿意和他复合，当场就拿着匕首砍了上来。要不是我妹妹，现在我就已经在厨房血尽而亡了。我还设什么局？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你放屁！他中气十足的怒吼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是要把我活吃了一般。伟杰从小到大都那么乖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是你把他害成这样，现在你又害得他入狱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他猛地朝我冲了过来，可冲到一半，却被一旁警察给拦了下来。可他却仍不甘心，眼角余光瞥见警察腰间的配枪，伸手就要去拿。你以为你能逃？我今天一定要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警察一手刀劈晕。还真是母子，连破防后的想法都一样。可这时，我却突然看到他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从可你和你儿子，还真是如出一辙的蠢笨。这下母子俩整整齐齐地被抬上了警车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：强闯民宅和蓄意杀人。张伟杰被判了终身监禁，而他妈妈则作为从犯被判入狱20年。这件事又冲了一次热搜，评论的网友表示真是大快人心。毕竟在他们看来，这一家子简直全部都是神经病，现在一起相聚在监狱里也算是圆满。而我则带着受了惊吓的妹妹踏上了全球旅行。在瑞士的温泉里，妹妹的心理创伤终于被彻底疗愈。我们聊着这段奇异的遭遇，她突然提议，不如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小说。受她的启发，我很快就动起笔来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，却不掩饰所有的遭遇。这本小说一面世，立刻成了当年最为畅销的书。更多的人明白了这世界上有着这样的奇葩。后来听说狱中的2人也看到了这本书，吵嚷着要找我赔偿，可惜却被法院驳回。从泥淖中彻底脱离，我终于开启了新生活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和男朋友准备结婚，大姑姐给我们装修婚房，完工后我们去参观，发现说好的归我们的主卧成了大姑姐的房间，第2大卧室做了大姑姐孩子的儿童房。我和男朋友被赶到最小的一间备阴房，储藏室改的，连个窗都没有。面对我的质问，大姑姐很不屑：“卧室就是个睡觉的地方，你还睁着眼睡呀？”公婆怪我小心眼，还没过门就想压大姑姐一头。一气之下，我带着男朋友入赘我家。我结婚，我家就添丁进口了。我妈在我结婚时流下了喜悦的泪水。谈婚论嫁时，男友爸妈说要拿老宅翻修，给我们当婚房，装修成什么样，按我和男朋友的喜好来办。也说好了，主卧归我和男友。当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说主卧还是让公婆来住，有长辈在，小辈占主卧不太妥当。男友爸妈却让我不用顾虑，说既然是婚房，当然是以我们为先，主卧归我们合适。他们年纪大了，够住就行，不讲究这些。而且老宅早晚要留给男友，
与其多年后再由我们重新装修，不如现在就一次性装修好，还说不用我们操心，一切装修事宜由大姑姐代劳。我们按公婆说的，把要求整理好，发给了大姑姐，然后就静待佳音。几个月后，大姑姐通知我们去参观婚房。大姑姐在村口迎接我们，跟着她，我们来到一处气派的别墅前，装修风格有点土豪。我问大姑姐，不是说要简约风格的吗？这怎么看着富丽堂皇的？大姑姐看我一眼，笑道：富丽堂皇多好，你看村里不都是这样的风格吗？装简约，显得咱们多清高一样。我怕人家说你闲话，特地给改的。而且这是外表，里面可是符合咱们自己人的喜好，不跟他们一样。我想也是，房子跟人一样，重要的还是里子，外表这样也就不计较了。然而一进客厅，我就愣在当场，这装修简直就是彰显了主人的暴发户心理，金碧辉煌的，满屋子大红大黄花花绿绿的颜色，是我最不喜欢的。硬邦邦的木质家具，繁琐的雕花，还搭配明黄色坐垫，跟电视剧里皇帝老儿的宝座似的，乍看上去就像家里有皇位。大姑姐走到三人大椅子上一坐，两手伸直了，往两边的手搭上一放，脑袋往后一仰，像不像慈禧太后？弟妹，你知道这些家具灯饰花了多少钱吗？100多万呢。好看不？我精挑细选的，可喜欢了。我很给面子的点头笑笑。什么叫可喜欢？不是说房子装修符合我跟男友的预期吗？但瞧着大姑姐一副着迷的样子，这分明是符合她的预期。不过一想到装修自己并不出力，也没出钱，就出了个装修要求，那还能有啥要求？虽然人家并没按你的要求办，既然人家已经给装修了，自己就住现成的，就不要计较太多了。很快就要结婚，闹翻不上算，这里只是偶尔住一回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实在不想住，到时候再搬出去就是了。大姑姐从宝座上抬起屁股，又带我们参观其他房间。这是厨房，这是卫生间。我打眼看了下，装修的倒是没那么土豪气，面积也不小。到此为止，他们是我最满意的。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卧室，这是主卧，怎么样？够大吧？这可是我把相邻的2间卧室打通了改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第一眼见到这主卧时的不太欣赏，就变成有了点好感。怎么讲呢？说明婆家还是挺看重我这个儿媳妇的。虽然外边的和客厅里的装修、家具摆设我不满意，但属于我的卧室还算不错。既然如此，之前那些与期待不符的也就勉强可以接受了。尤其是里面的卫生间，居然还安了个按摩浴缸。一想到过年还能在村里泡热水澡，我的嘴角就向上咧了，有点兴奋地捏了捏男友的手。男友也挺高兴，姐，谢谢你。谢啥？这么装修我高兴呀。大姑姐还真疼她这个弟弟。姐，这卧室装修的挺好的，就是这张床有点大，我们2个人睡1.8米的就够了，这个得2.2米吧。大姑姐笑了，想啥呢？不是你俩睡的，这是我和你姐夫睡的。有时你小侄子也要跟我们挤一张床，当然要挑个最大的了。我和男友都愣了，有点不敢相信。男友问：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这间卧室不是给我俩准备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这是我跟你姐夫的卧室。看我脸色不悦，一旁跟着的公婆说：你别介意啊，不过说起来也怪你们，光提要求了，一次也不来。你们要是天天来你姐眼前晃，你姐也不至于忘了是给你们装修的。哦，婚房主卧装成她的，还是我们的错了。大姑姐以为是自己要结婚吗？可当初是谁拦着不让我们过来看的？
说得好听，装修的地方脏，现在看来是故意的吧？男友握了握我的手，看看他也不好看的脸色，我决定先忍忍。我们继续参观，大姑姐一指，这是爸妈的房间，这房间就比主卧小不少，装修也清淡了好多，没啥可看。想到我们的地位跟男友爸妈一样，我心里的气小了不少。我们又来到另一间，这是王子房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这间儿童房看着是挺可爱的，而且面积比男友爸妈的那间还大些。他们不重视我们，倒还重视我们将来的孩子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气几乎都要消失不见了。可是大姑姐怎么就能断定我将来生的一定是男孩呢？不对，大姑姐的孩子就是个男孩，该不会是……突然，大姑姐的儿子尖叫着朝床上扑去，一下把自己砸到床上。这床弹性挺好，他被弹得颠了好几下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妈妈，你对我真好，我喜欢这个房间。大姑姐一脸慈爱地看着她儿子，你是妈妈的宝贝，你想要房间是什么样，妈妈当然就要给装修成什么样了。合着我刚才想了一个寂寞，这卧室不是给我孩子准备的。看着公婆和大姑姐他们欢快得意的样子，我受不了了，火蹭蹭的往上冒。男友也生气，姐，那我的孩子以后睡哪间？大姑姐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，你孩子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等生出来过几年再说也不迟。男友，实不相瞒，她已经怀上了，而且小孩子要从婴儿起就跟父母分开睡。男友的外甥，未婚先孕，不知羞。我脸色更不好了。男友的父母很不以然，童言无忌，你个大人可别跟孩子计较。再说未婚先孕确实不是光荣的事，不过就算怀上了也没什么，到时候让你外甥把房间让给他住就行了。男友的外甥当即扯起嗓子嚷起来，不行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谁也不给。公婆，乖孙，等你舅舅的孩子能自己住一间的时候，你都上高中了，也不会天天住这儿，让给他也没关系。熊孩子的声音更尖锐了，不行，我的房间就是空着，也不能让给任何人住。公婆，好，那就空着，咱谁也不让，哪怕是你舅舅的儿子也不行。他要敢抢，我们就揍他。宝贝，别生气了。大姑姐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我们，弟，你看你们看婚房是件高兴的事，咋还把你外甥给惹生气了？算了，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你觉得我给你外甥装修的这房子怎么样？男友没好气，我没意见，又不是我住，也不是我将来的孩子住。再说，我要是说难看，你还能扒了重新装修？这房子看到这儿有哪一点符合我们的要求？我现在就想问，我和我未婚妻的房间在哪儿？呵，还真生气了。好了，这就带你们去。小气鬼！说着，大姑姐不满地瞪了我男友一眼。然后我们被领到2楼最偏僻、最角落的一间房，门一推开，黑乎乎的。大姑姐伸手往墙上摸索了一下，灯开了，照亮了小屋。的确是小屋，只有主卧的1/4大，陈设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一床、一桌、一椅，还有一个衣橱，比男友外甥房间的衣橱还小一半。我扫了一圈，这屋子没有卫生间吗？别的屋子都有啊。大姑姐笑了，这本来就是个储藏室，哪来卫生间呢？卫生间在楼下，用的话就要麻烦你们跑楼下了。不过正好锻炼下身体，当然，你们要是借用我们的，我也不介意。乖儿子，要是你舅舅舅妈想上厕所尿尿，用你的卫生间，你愿意吗？他儿子一扭脖子，不愿意。我卧室里的卫生间，爸爸妈妈都不能用，可是他们的屋子没有卫生间，想上厕所怎么办？熊孩子一扬头，
那关我什么事？他们就不能睡前上好，非要半夜起来用厕所？大姑姐一摊手：哎呀，弟弟弟妹，不是我不愿意，实在是孩子不想，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，是吧？大姑姐儿子又嚷起来：舅舅舅妈没有卫生间，那就去楼下上，用别人的算什么呀？真不知羞！大姑姐听了，乐得牙不见牙，眼不见眼。儿子说的对，他们都那么大个人了，还想蹭别人的卫生间，是不知羞。一旁的公婆没说什么，只笑呵呵地看着他们，好像他们的宝贝外孙说了多么了不起的话。忍到这里，我实在不想再忍下去了。这真是给我们准备的卧室，这么小，连个窗都没有，大白天都黑漆漆的，叫人怎么住？大姑姐很轻蔑地斜了我一眼：你这话说的真好笑，卧室就是个睡觉的地方，怎么你们还想干点什么呀？摸黑上床，两眼一闭，再大的卧室有没有窗都一样。再说嫌黑，这不有灯吗？我顺着他的话说，照这意思，你和你老公住那么大房间，睡那么大床，是不想好好睡觉，要干点什么了？听我这么说，大姑姐恼羞成怒：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没胡说，你自己讲的卧室那么大是想干点什么？你还说两眼一闭，睡哪儿都一样。那要不你和我们换下房间吧，我不介意在睡觉的地方干点什么。大姑姐勃然大怒：你咋说话呢？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还没正式过门，就想当家做主啊？我冷笑：你们给我准备的卧室连监狱的犯人都不如，还想听好话？想得美！你们是让我来参观我的婚房，还是参观你的婚房？不知道的话，我还以为是你离了要准备再婚呢。大姑姐气得要爆炸，公婆也勃然大怒：你说什么呢？有你这么讲话的吗？没规矩！你嫁进来就是我们家的人，就得听我们家的安排，让你住哪间就老实住哪间，哪来那么多事？我气笑了，有你们这么不办人事的，就别怪我这么讲话。还有，我是和你们儿子结婚，不是嫁进你家，更不是卖身给你们，还听你们的安排，真是笑话！准公公黑着脸，一副不可冒犯的封建家长样，不像话！还没结婚就想在这个家指手画脚，不听从长辈安排，没大没小。你爸妈怎么教你的？我说这话不嫌丢人，说好的给我们准备的婚房，按我们的意思装修，可看到这儿，有哪一处是按我们的要求做的？主卧也不归新人，归了旧人了。你们一向是这么说话不算数，拿人当猴耍的吗？主卧不给我们，我也不稀罕，可儿童房也不是给我孩子准备的。你们可以不重视我，不重视我肚里的孩子，我就……大姑姐没等我话说完，就抢先道：就怎么样？想打掉不结婚啊？那你就打呗，我们可不怕，反正打掉的是你的孩子，伤的也是你自己的身体，想拿着威胁我们，没门！男友爸爸也在一旁叫嚣：你爱打不打，我也不稀罕你肚里的货。听他们这话，我就手痒，于是上前先照大姑姐脸上甩了2耳光，一下解决了手痒的问题。正想乘胜追击，再扇男友他爸2巴掌，大姑姐的儿子头一低朝我撞过来，我看准了往旁边一闪，这小子就撞到了墙上，脑袋当场鼓起个大包，他哇的哭起来，我有点幸灾乐祸。这力度，这熊孩子是想让我流产。准婆婆一看则心疼坏了，嗷一嗓子：儿子，你媳妇这么没教养，打你姐打你外甥，你也不管管她。我冷笑：哼，他们这是把脚踢铁板上了。男友上前拉起我的手轻轻抚摸，疼不？我含笑摇头，憋了半天的男友这才转脸冷冷地看向3人。我女朋友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我也想问，你们怎么好意思把我们叫来参观？
怎么好意思说是给我们准备的婚房？我看就是打着为我的旗号给你们的宝贝女儿准备的。你们能不能有点出息，直接跟我说这就是给她准备的？我还敬佩你们光明磊落。大姑姐、爸妈，你们看呀，弟弟还没正式娶媳妇呢，就先忘了娘家人，向着外人说话了。男友，这不跟你学的吗？那么多年你明目张胆地向着姐夫这个外人，现在又让他跟着你住丈人家的大主卧，真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当初是入赘咱家的，怎么孩子不跟着你姓呢？不划算！大姑姐扯着嗓子叫起来：“你侮辱你姐夫！爸妈，你们不管他，就看他们这么欺负我呀！”公婆朝着男友黑了脸：“好了，别那么小家子气，不就是给你们的卧室小了点吗？至于这么计较吗？都要马上结婚的人了。男友，我要再不计较，你们不是要干出更缺德的事？明明说好了是给我们准备的婚房，装修按我们的意见来办，可结果呢，全合了姐的心思了。就这卧室是婚房吗？是牢房吧？不想给我们准备就直说，犯不着这样玩阴的。”话音刚落，公公就上前甩了我男友一个耳光：“混账东西！这是老子的房子，老子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姐这样装修，我们也是同意了的。你不乐意没用，你们什么心都不用操，到时候回来就住现成的，还嫌这嫌那。你姐为了装修这房子，整天跑来这儿盯着，那么辛苦。住间大的怎么了？告诉你们，别说你姐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，就是房子都给你姐，那也是我愿意，谁也管不着。”男友的脸上闪过一丝绝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想怎么结婚是我的自由，谁也管不着。还有，刚才你那一巴掌已经打断了我跟你的关系，我为体内流着你的血觉得恶心。我看向男友，他也看着我，我明白了他的心思，抓起他的手：“你们既然这么看不上我们，那我也不必在这儿举行婚礼，我这就带着他回我家，入赘到我家。反正你们也不喜欢你们这个儿子。”公婆惊得瞪大眼，脸都白了。我们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哭嚎声和咒骂声：“就为这点事就要入赘？你个白眼狼！没出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滚！有种就别再回这个家，不孝子！当我们没生过你。狐狸精，把我好好的一个儿子教坏了。我们家不稀罕你这样的进门。”回去的路上，见男友神情沮丧悲伤，我有些心疼。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来，让我做你的垃圾桶吧，别不吭声啊！好男儿也该有勇气诉说。我是知心姐姐，小朋友快点讲呀！男友脸上终于露出点笑容。从我记事起，爸妈就对我远不如对姐姐好。饭桌上永远都是按他的喜好来，他点菜，爸妈就按他的要求做。好吃的永远都在他跟前，只有他吃剩下的我才能吃。他一年四季都买新衣服，还一次买好几身。我是买一次穿好几年。他不用做家务，我要承包几乎所有家务。我做错一点事，爸妈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姐犯了再大的错，他们也只会笑呵呵地说没关系。他每天都有零花钱，我没有。有一天，他们外出办事，中午不回家，他们给姐足够多的零用钱。放学后，姐请她的朋友去饭店吃饭，点了好几个硬菜，爸妈却没给我1块钱。我隔着玻璃看他们吃得开心，他也看到我了，可就是不肯叫我进去。后来他把剩的菜打包，我还欣慰的以为他终究是姐姐，还是想到我这个弟弟了。可没想到，他冷冷地看我一眼，就直接把剩菜倒在路边，招呼附近的流浪狗吃。他的朋友还夸他心地善良。那一刻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等我回过味来，发现自己脸上全是泪。
我成长中这种事太多了，我还不能表示不满，他们只会指责我不是男子汉，斤斤计较。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，就找我姑诉苦，结果我姑说我小心眼，还转头就告诉我爸他们。我爸打我一顿，他们还骂我像个背后乱嚼舌头的女人，没个男人样，还到处说我不孝顺，宣扬父母的不是。那以后我就不敢轻易跟人诉苦了。这些事我头一次听他讲起，他讲得平静，我还是听出了浓浓的哀伤，真不知道他那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不知怎么劝他，只好拍拍他的肩，告诉他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跟我诉苦，我不会骂你，我心疼你。男朋友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湿湿的。长大后我跟他们理论过，说他们重女轻男，他们说我误会了，他们只是在践行男孩穷养女孩富养的理念，说女孩富养，眼皮子就不会浅，不会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拐走。我是男的，穷养才能干事，书上也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。我信了，可还是不舒服。不少人家明着重女轻男，可一到结婚就重男轻女了。但我姐结婚时，我爸妈陪嫁了一套房、一辆车，还有100万存款。轮到我，他们只把老宅翻修当婚房，还弄成这个样子。我抱怨过，他们骂我小气，攀我姐，说男人就该大度不计较，我当弟弟的就该让着姐姐。我小气吗？可我真觉得很不舒服，我难过的掉了泪。不，你不小气，有问题的是他们。照他们的说法，女孩要富养，那我是儿媳，也是半个女儿，怎么就不能富养了？要让我住小黑屋？你姐夫、你外甥都是男的，也该穷养才对。可他们是富养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爱你。男友很感慨，老婆，那我的感受就是对的，他们就是重女轻男，就是偏心。是啊，那咱们就别跟他们客气了。对，不跟他们客气了。我这么多年的委屈不能白吃，父母知道我们的遭遇，有点为我担忧，但出于对男友的欣赏与信任，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。既然他们不待见你，这么偏心，那我们就做你的亲爸妈，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。婚事我们撇开了他们，开始单独筹备。可男友爸妈却又跑来我家，说是商量婚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们原谅他们了。父母和子女没有隔夜仇，子女也不能跟父母计较。也许我们做的是有点不妥，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吗？我们也都是为他好。我挺佩服他们，干出那样恶心人的事，居然还如此毫无心理负担的上门。我还以为是来认错道歉，没想到在他们眼里，有错的一直是我们。你们怎么有脸来？不是说不稀罕我女儿给你们当儿媳妇吗？不是说让我女儿把孩子打掉吗？不说让他们滚蛋，有种不再回去吗？我们那是说的气话，怎么能当真？你们看，我们现在都拉下脸来上门求娶了，这也是给了他这个小辈天大的面子。你们当父母的可不能跟他们一样任性冲动、心胸狭隘。说着话，男友的父亲还拿手拍了我爸一下，我爸一脸嫌脏的，赶紧拿湿巾擦了擦，丢进垃圾桶。我妈开口了，想我们不心胸狭隘，那就重新装修，按我女儿女婿的意思去办。你女儿一家不能占一间房。男友的爸妈当场请转阴，亲家，你不讲理，结了婚就在娘家不能拥有房间，这不重男轻女吗？我家可不兴这套封建思想，我们是重女轻男，你们以后也得学着点。我爸冷哼道，不用学，其实我家也重女轻男，我们不是嫁女儿，是娶女婿。我妈呸了一声，我们也不稀罕你们给我女儿女婿准备的牢房，你们赶快走吧，别待在这儿污染空气。
真是一会儿还得拿清心剂好好喷一下去味。男友也不客气的让他们赶紧走。他爸妈气急败坏，你姐说的对，还没娶媳妇呢，就先忘了爸妈。你要敢入赘，丢我们的脸，别怪我们不客气，家里的场子可就不给你了，给你姐姐姐夫。男友很不屑，说的好像我不入赘，你们就真能把场子给我一样，耍猴呢？你们爱给谁给谁，我不稀罕。男友爸妈脸变了，对视了一下，你就这么想给人家当儿子？他们又没养你一天，是我们把你辛苦养大，你个白眼狼！男友，你们是怎么养我的？心里没数吗？我真希望你们没养过我，咱们没一点关系。他爸妈开始撒泼，你个兔崽子，是想跟老子断绝关系？老子不稀罕你这个儿子，反正我们有你姐你姐夫，还有个大外孙，我们老了也犯不上靠你。亲家，你女儿不是怀上了吗？恕我直言，未婚先孕肯定人品不行，生出的孩子肯定不如我外孙好。我妈火了，一杯茶水就泼向男友爸，你个老不要脸的，敢咒我外孙，我跟你没完！说着，操起另一碗水，话又朝男友妈泼了过去，泼的男友爸妈一头一脸都是水。看我妈又抄起满当当的垃圾桶，他们慌得赶紧跑了。我家着手准备我们的婚事，爸妈他们都很兴奋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爸妈很高兴地解释，别人家嫁女儿是缺丁拣口，咱家是添丁进口，往后又会再添小娃娃，日子是越过越有，人丁兴旺。爸妈本打算出资给我们准备婚房，可男友硬是不肯。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，一家人自然要住在一起。爸妈听了这话，很感动，对他更好了。所有人都很开心，虽然忙，却充满喜悦。婚礼我们没通知他们，没有讨厌的人来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后来男友他姐知道了，还特意跑来一趟，你们大逆不道。爸妈知道了非常生气，告诉你们，爸已经决定把场子给你姐夫了，还跟亲戚们宣布跟你断绝一切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后悔了吧？老公看他的眼里冷得要结冰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咱们老死不再往来。他姐没看到想看的结果，气呼呼地走了。几年后，我们生了2个孩子，老公强烈要求孩子一个随姥爷姓，一个随姥姥姓。几年后，老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可有一天，他爸妈却又突然找上门。几年没见，我都没敢认，一脸苦相，满脸沧桑，跟我爸妈同龄，看着比我爸妈老了10岁不止，看来是经历了很多不幸。他们依然毫无心理负担地开口：“儿子，你能不能给我们200万，救救你姐和你外甥的命啊？他们被你那个狠心的姐夫打进医院了，医生说你姐很有可能会高位截瘫，你外甥已经被打傻了。他们的脸皮是什么材料做的，才能支撑他们3年前断绝关系，3年后又狮子大开口？老公拒绝了，他们火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心胸狭隘？那可是你亲姐，就算她以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们说要跟我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你们不守信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面对指责，男友爸妈依然面无愧色，那是我们的气话，你怎么能信呢？再说我们说断绝就能断绝，法律可不认。你是我们养大的，我们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。你老婆家算什么呀？他们都是外人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我想过了，只有你才能救你姐，救咱们那个厂。几个月后，大姑姐通知我们去参观婚房，不锁老公起身，一步步走过去。可能气压过于低，老两口的背越来越弯，老公在距离他们2尺的地方站定，
冷冷地看着他们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早就打算把场子给你们的女儿，有亲戚反对，你们还说女婿是半个儿媳是外人，儿子早晚也是外人，所以别给自己偏心找什么理由。我投胎到你们家也真是运气烂透了，还好我有眼光，找到了真正的家人。还好我结婚没几年就看到你们的下场，其实还不算太惨。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快回去，抓紧把老宅卖掉，好给你们的宝贝女儿外孙治病。梁老东西眼睛一亮，那你买了吧，不多要你的500万就行。当初你们不是不满意你姐的装修吗？嫌卧室是牢房，这下买了后，你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，我们不管了。老公的脸更冷了，你们再不走，信不信我让你们到时候想卖也卖不出去？他们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，离开了。这也难怪，毕竟他们走到这一步，跟我老公也有点关系。其实早在彻底被伤透后，他就做了将来跟他们断舍的决定，只是在婚房装修事件后加速了布局。他爸妈只想拿他当老黄牛使，还以为儿子跟小时候一样好利用，没想到他却慢慢将他们架空。场子给了他姐姐姐夫后，其实就是一个空壳。他爸妈姐都是好吃懒做的人，之前也多亏了他爷爷传下来的厂子才没倒闭。结婚后，在我们一家人的全力支持下，他成立了新厂，老厂的骨干基本跟着过来了。他爸妈还不以为意，他姐姐姐夫还发誓会让厂子比他在时还要好，可却事与愿违。他姐夫是个不靠谱的人，那么一个空壳子，还任人唯亲的把自己娘家人往里面塞，结果很快把厂子败光。他不仅在败家上很有一套，还养情人，搞家暴，所以他们就把日子过成了现在这样。不过除了活该，自作自受，我是真没有其他评价了。